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我敢打赌，赵丽颖悄无声息，肯定在酝酿大招。最近我发现赵丽颖好像消失了，你仔细一想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自从那部短剧在人间播完，她就几乎没有再公开露面。以前的赵丽颖是热搜的常客，微博话题榜上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她的名字。无论是影视作品、综艺节目还是日常小花絮，总能频繁刷到她的动态，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机场照，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一波讨论。而现在呢，连她工作室的微博都像是在故意卖关子，发的内容模棱两可、云里雾里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外界只能猜测，却没有人能真的确认他在忙什么。可是你要说他不红了，我第一个不信。别的明星恨不得天天晒行程、晒幕后、晒自拍，生怕观众忘了自己。而赵丽颖却反其道而行之，这2年一直保持着半遮半掩的姿态，从不把底牌全亮出来。直到我翻了翻她2024年的工作安排，才发现她的每一步都算得精准无比。每一次现身，不管是在电影节红毯、代言活动，还是新片发布会上，都能做到惊艳全场，让观众的注意力瞬间集中到她身上。悄然转身，从电视剧女王到电影圈隐形高手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赵丽颖是典型的电视剧女演员，《花千骨》《知否知否》《楚乔传》这些作品早已成为她的代表作，但她本人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舒适区。别人还在电视剧领域打转，她已经悄悄杀进了电影圈，而且是以一种极为高效的节奏。2024年，她1年就拍了5部电影，涉及的题材横跨悬疑、文艺、动作和现实主义题材，这种跨度在同龄女演员中相当罕见。这种闷声干大事的姿态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战略眼光。她很清楚，在流量时代，曝光率固然能带来关注，但真正能沉淀口碑、奠定地位的，还是高质量的作品。她不是那种靠脸吃饭的流量小花，而是越了解越会佩服的实力派演员。她的价值来自靠谱2字。有业内传闻，她的片酬在2024年涨了3成。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惊讶，但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。市场认可她，导演愿意找她，资本乐意投资她，原因很简单，她靠谱且扛得住戏。赵丽颖的靠谱不只是按时到场、敬业拍戏那么简单，而是对角色的理解力、执行力，以及在剧组里对整个项目的配合度。她从来不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主角，而是和整个团队一起打磨作品。我曾听一位导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你找赵丽颖，就知道她一定会把角色演到位，而且她永远不会让你在现场为她操心。在这个看似普通却充满竞争的行业里，这样的评价极其难得。沉默不是退缩，而是蓄力。赵丽颖现在不常露脸，不是因为没工作，而是她在等角色，就像猎豹蹲在草丛里，静静等着那一击必中的机会。很多演员怕沉寂，因为害怕被遗忘，但她显然不怕，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出手，就会是全场的焦点。她很清楚，青春饭谁都能吃一时，但不能吃一辈子。与其在热搜上消耗自己，不如把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作品。回顾她的角色，从《陆贞传奇》里的少女，到《知否》里的盛明兰，再到《谁是凶手》里的沉默侦探，每一个角色都能让观众相信那就是生活在故事里的真实人物。她的成功不是天才光环，而是自我雕刻。赵丽颖自己曾说过，我不是天才，是一次次摔跟头爬起来的。这句话听着简单，
却是他职业生涯最真实的写照。他没有科班出身，没有强大的背景，也不是一出道就被捧上神坛。他的每一步都是靠自己一点点积累出来的。跑龙套、演配角、被人质疑演技，这些过程他都经历过，而且每一次都能咬牙挺过去。如今的他不再急于证明什么，因为作品和口碑已经是最好的证明。5. 低调背后的掌控感。在娱乐圈，很多演员会被热搜绑架，被话题裹挟，甚至被舆论左右选择。但赵丽颖明显不一样，她选择低调，是为了给自己留空间。想演什么，什么时候出来，全由她自己决定。这种掌控感不是每个演员都能拥有的，她需要实力、资源、市场认可度三者兼备，而赵丽颖正好具备了这3点。她的这种自我掌控力也让她避免了许多无谓的曝光和争议。与其被迫回应各种花边新闻，不如专注于角色和作品。6. 基层工作人员的口碑才最真实。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在剧组做群演的，他说最怕遇到那种只顾摆造型，不走心演戏的明星，因为那种人在现场的每一分钟都是浪费时间。但提到赵丽颖，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，人家真在演，而且镜头外也在琢磨角色，甚至会主动和群演对戏，连基层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她的用心，这种口碑是花钱买不到的。7. 她的消失恰恰是最清醒的选择。在这个人人都想红、怕被遗忘的时代，赵丽颖反而敢停下来。这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。她不是退场，而是在蓄力，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演员的价值不在于一天刷多少次热搜，而在于作品能留下多少厚度。真正的强者不怕沉默，只怕没有东西可说。赵丽颖不是不想，她只是在等那一声震的所有人说不出话的时刻。